小婉啊，你马上就要嫁进我们周家了，有些规矩，阿姨今天得给你讲明白。新房的主卧，我跟你叔住，你们年轻人睡次卧就行。孝顺长辈是你做儿媳的本分，这点规矩都守不了，往后怎么进周家的当媳妇儿？婉婉，给我个面子，先答应下来。我妈就那脾气，这么多亲戚看着，别让她下不来台。面子？这套房首付是我爸妈掏空半辈子积蓄凑的，房本上写的是我们俩的名字。房子是房子，孝顺是孝顺，我妈住个猪王怎么了？你就不能让着点长辈？这间婚房从设计到装修，一砖一漆都是我亲自定的，到头来居然是给别人腾的房。原来在他心里，让着长辈这4个字，比我3年的心血还重。阿姨说的对啊，规矩嘛，不能破。那正好，彩礼3金改口费，也一并按咱们这儿最高的规矩来。彩礼28万8，3金不论克，论斤称。你说什么？7大姑8大姨一人一个大红包都不能少，不然这主卧您住着名不正死气不转，传出去还以为我们江家嫁女儿上赶着扶贫呢。阿姨，您说是不是这个？婉婉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一家人算这么清楚干什么？阿姨，您刚才不还在教我规矩吗？一家人才更要明算账，方能长长久久。您用规矩要主卧，我用规矩要彩礼，公平合理，这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真正的规矩。在场的所有人脸色全都变了，有看戏的，我幸灾乐祸的，此刻全都哑了。这顿本该热热闹闹的订婚宴，最终在一片死寂里不欢而散。江婉，你今天到底发什么疯？你知不知道你让我多没面子？我妈好好跟咱们商量，你当着那么多亲戚的面让她下不来台。商量？他那是商量吗？那是通知，是命令。那套房首付我家出了200万，你家出了80万，凭什么主卧要给他住？就凭她是我妈，是长辈，住一下怎么了？你至于这么斤斤计较？周凯，我花光我爸妈的养老钱，把心血全砸进这个家，最后要被鸠占鹊巢，这叫斤斤计较？什么鸠占鹊巢？说的那么难听？结婚了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妈住一下怎么了？那好，我没有再和他进行无用的争吵。今晚我算是看清了，在他心里，3年感情终究抵不过他妈一句话。既然好好说没用，那就别怪我不再好好说了。周凯，看看吧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说我计较吗？那我索性就计较到底。这是我整理的咱们市彩礼和各项婚俗的最高规矩清单，市场价我都附上。彩礼28万8，3金顶格12万，改口费、酒席婚庆全按最高规矩来，总计88万8。既然要讲规矩，那就一条都不能少。江婉，你疯了！我家哪来这么多钱？周凯，我只问你一句，这规矩你们家守还是不守？江婉，你变了，你以前多懂事，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是啊，人被逼到墙角总是会变，是你们先没把我当自己人。婉婉啊，阿姨知道错了，订婚宴上那话是阿姨糊涂，可我辛辛苦苦把周凯拉扯大容易吗？我不过想住个主卧，离儿子近点儿，你张口就要88万8，你这哪是要彩礼，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呀！妈，你先别哭。儿啊，你看看你找的好媳妇，还没过门就这么算计娘家婆家，往后还了得？他这是要把我这把老骨头拆了卖钱啊！婉婉，你就跟我妈说2句软话，去道个歉，这事不就过去了？道歉？周凯，你先告诉我错在哪儿？你没错，行了吧？可我妈都哭成这样了，你就不能先服个软儿？你现在立马跟我妈道个歉，这事就翻篇了。你低个头能怎么样？好，周凯，如你所愿，阿姨可以谈，但前提是互相尊重。至于主卧的事儿，没得商量。江婉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懂事一点？周凯，我就是太懂事，才会被你们家当成软柿子捏。我底线就一条，互相尊重。做不到，那这婚也没必要结了。一个下午，周凯家的亲戚给我打了7、8通电话，话术大同小异，都在逼我懂事，逼我大度。他们站在道德高处围剿我，可我要的从来只是本就属于我的东西。江婉，你今天到底干了什么好事儿？我们家的亲戚都打电话给我说你把他们全骂了一遍，你知不知道？因为你，现在我们周家成了整个家族的笑话。哦，我只是陈述事实，事实让你们成了笑话，那该反思的是你们，不是我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，连这点小事都容不下，往后日子还怎么过？周凯，在你眼里，我爸妈用大半辈子积蓄买的婚房是小事。
我是让你顾全大局，你就不能先忍一忍，等结了婚再说？忍到结婚，周凯，我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合适。婉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别吓我！我没吓你，周凯。这几天的事让我看清了很多东西。你要的是个对你和你家无条件顺从的妻子，我要的是个在我被欺负时能站出来护着我的丈夫。你妈，你全家想逼我屈服，而你，我的未婚夫，却在怪我反抗的太凶，让他们丢了面子。周凯，你让我觉得很恶心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和周凯陷入了冷战。他每天早出晚归，我们几乎零交流。我乐得清静，正好把心思全放回这个家。这是我未来的家，倾注了我太多心血，我绝不会让它毁在一群莫名其妙的人手里。哟，婉婉下班回来了，快进来。这是你二叔公，这是你三表舅，都是咱老家的亲戚，特地来看看咱们的新房，顺便来住些日子。这房子这么大，空着也是空着。我精心选了3个月的落地灯，成了2画架，最爱的画被年画盖死，书房的位置塞进一张霉味旧床。他是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，可我不能闹，此刻发作只会正中他的下唇。想让我当泼妇，我偏不。几位好，我是江婉，这套房子的主人。今天我身体不太舒服，得歇着了。我这房子地方小，招待不周，几位先请回吧。江婉婉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亲戚大老远过来，你张口就赶人，还有没有点待客之道？阿姨，这里是我家，我想请谁不想请谁是我的自由，我没请过他们，他们现在属于私闯民宅。这是我儿子的房子，我带几个亲戚来看看，怎么了？你有什么资格赶人？请你立刻离开。还有你们，10分钟带上东西出去，否则我现在就报案。没天理了！我儿子买的房，我当妈的还没住上，就要被媳妇赶出去了。王秀莲女士，我再提醒您一遍，这套房首付280万，我个人出了200万，占绝大部分。购房合同、银行流水、白纸黑字都在这儿。法律上我才是这房子的主要所有权人，你们撬锁闯进来动我的东西，这叫侵入他人住宅。我暂时不想闹大，是看在周凯的面子上，但我的忍耐有限度。你这个铁石心肠的女人，为一套破房子，你3年感情连周凯都不要了。真心对我好的人，不会眼睁睁看着这个家被糟蹋，更不会让我受这种委屈。可您儿子，他做不到。怎么了？这是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再不回来，妈就要被这女人扫地出门了。江婉，你至于吗？多大点事闹这么大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你懂不懂？家丑不可外扬。周凯，你先搞清楚是谁把家糟蹋成这样的。你进门第一句不是问我发生了什么，而是质问我至于。你回头好好看一眼，这个家都成什么样子了？妈，这屋子怎么成这样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这不是带亲戚来看看新房吗？顺便把我那张床搬进来，往后住着也方便。你的床？谁让你自作主张搬进来的？我是你妈，住我儿子的房，搬张床怎么了？他江婉凭什么指手画脚，还要把亲戚都赶出去？婉婉，我知道你气我妈做的是不对，我替她给你道歉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主卧还是咱俩住，往后没咱俩点头，她绝不再乱动你的东西。我私下再给你买个包，你最喜欢那牌子，就当补偿你，好不好？周凯，你觉得我闹这一场是为了一个包？那你到底想怎样嘛？只要你别闹了，消消气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周凯，我们把婚礼延期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婚礼延期，问题不解决，这个婚结不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想悔婚？我就知道你这女人的没安好心，你是想骗我们家的房子。我骗你们家房子？王秀莲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房子到底是谁出的大头？真要说骗，也该是你们家骗我的钱。你这个狠心的女人，进门就想悔婚骗房子。我们周家倒了8辈子霉，才碰上你这么个小家境。妈，你别骂了，冷静点，有话好好说。我怎么冷静？他要悔婚，咱周家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婉婉，算我求你了，别这样，你先退一步，就一步，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，行不行？周凯，你到现在还在让我退，我们之间没有商量的余地了。
周凯，我搬回我爸妈那儿住几天，我们都冷静一下。婉婉，需要说的我都说完了，往后再联系我。走，律师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我的闺女怎么瘦成这样了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饿不饿？爸给你下碗面去。妈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我只是想守住我自己的家。傻孩子，你没错，是他们家欺人太甚。先喝碗鸡汤，别的都别想，喝了睡个好觉。天大的事儿，明天再说。妈，让你们操心了。说什么傻话？爸妈的闺女什么时候都金贵，别多想，有爸妈在呢。婉婉，这是林律师，你陈叔叔的女儿，专门做房产纠纷的。你一个人扛着，爸看着心疼。这些事儿得让懂行的人给你把把关。江婉你好，把合同、流水这些材料给我，咱们一条一条捋。首付280万，你个人出了200万，房本又是双方署名，法律上你就是这套房的主要产权人。他们私自带人暂住，换你的锁，情节严重的已经涉嫌侵占。江婉，你完全占理。我明白了，这房子是我的，我不会让它就这么被人占了去。需要什么证据、什么手续，爸陪你一样样办。有爸妈在，天塌不下来。在娘家冷静了2天，我决定回一趟新房，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我没有通知他。事到如今，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不必要的纠缠。怎么打不开？钥匙没错，怎么会？居然换锁了！我花200万买的家，如今连门都进不去了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一点情面都不留。周凯，我问你，锁是不是你们换的？是我妈的意思，她说怕你回来拿走什么贵重的东西。贵重的东西？那套房那些家具哪一样不是我自己花钱买的？你们防贼一样防着我，防的是我自己的家。周凯，这就是你说的一家人。这个家我记住。爸，周凯他妈把锁换了，我进不去了。好，你别急，也别跟他们废话，在原地等着。爸这就带律师过来，这回咱们按规矩来。开门，我是江婉的父亲，这门后头是我女儿的房子，我倒要看看谁敢不让她进。老江啊，家里正收拾着呢，要不你们改天再来？改天？这房子首付是我女儿出的，房本上有她的名字，我们来拿自己的东西，天经地义。门要么你现在开，要么我让律师和带着专业人员来开，你自己选。哎呀，亲家公，你怎么还亲自跑一趟？我这不是怕婉婉冲动搬东西，伤了小两口和气，才临时换了锁吗？真不是那个意思啊，真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这也是为了孩子们好，你们……不是那个意思，换锁把人关在门外，还能有别的意思？婉婉，你听我说，这房子首付我出70%，装修我出全款，贷款是2个人的名字，可每月我转多少钱，你一清二楚。阿姨，您说怕我拿走贵重物品，这屋里哪一件贵重的东西是您儿子买的？婉婉，别这样，我妈她也是一时糊涂。糊涂？换锁得提前几天找师傅，这可不是一拍脑袋的事。这是我购房的转账记录、合同、产权证明，都在这儿。谁出的钱，这房子到底该归谁？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周凯，这房子我要定了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你们按市价买下我70%产权；二，我凑钱买下你们3份。如果都不同意，那就请律师，法庭见。你这是逼我！阿姨，不是我逼你，是你们一步一步把我逼到了这个份上。婉婉，你想好了吗？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？周凯，走到这一步是你妈，是你们一家亲手造成的。我妈就是个农村老太太，思想观念老旧，你就不能让着她点吗？
他年纪大了，你是晚辈，退一步服个软，这事不就过去了？我让了订婚宴，让了你们全家的道德鞋架，我让了语言上的不尊重，让来你们私闯民宅，鸠占鹊巢。周凯，你告诉我，我还要怎么让？是不是要我把房子拱手相让，净身出户，你们才满意？周凯，两条路，你自己选。要么你们家拿210万买走我的份额，房子归你；要么我拿90万买下你的份额，房子归我。我们两清，再无瓜葛。210万，我家哪有这么多钱？那就只剩第二条路了。周凯，我只给你3天，3天内没答复，律师会替你们做决定。喂，婉婉啊，都是阿姨不好，阿姨给你赔不是了。你跟周凯都在一起3年了，感情这么好，别因为这点小事就散了呀。我们不卖房行不行？主卧我们不住了，还给你行不行？王阿姨，现在已经不是主卧的问题，我和周凯不可能了。我们要谈的只有财产分割。协议我按最稳妥的方式拟好了，条款清清楚楚，发过去吧。发，该说的白纸黑字都在上面了。我没什么要再跟他谈的。财产分割，他是来真的，完了，彻底完了，他是真的不要我了。眼看着房子真的要保不住了，王秀莲开始了她最后的疯狂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她那点手段用尽了，就只剩下最卑劣的一招。各位群里的业主、街坊邻居，你们都给阿姨评评理。我们家娶的这个媳妇儿心机深得很，一进门就图我们家的房子，如今闹着悔婚，就是想把房子独吞啊！你们说说，这种女人心多狠啊！我算是瞎了眼，才让儿子娶了她。撒泼没用，道德绑架没用，就只剩这一招了。也好，你越闹，我手里的证据就越多。周凯、王秀莲，你们以为造几句谣就能压垮我，可你们忘了，嘴上泼的脏水抵不过白纸黑字。这一次，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用证据说话。我特地挑在周5的晚上，这个时候家族群里人最齐，业主群里聊得最热闹。我把这些证据一个一个全部发进去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对母子的真面目。先是购房合同和我的出资流水，这房子到底是谁的，让所有人都看清楚。接着订婚宴的录音，最高规矩的彩礼清单，新房被占的狼藉照片，还有他们造谣辱骂我的截图，一样一样全在这儿。江婉，我们是长辈，住主卧那是规矩，你住次卧就行。这录音怎么能发群里？全发了，录音、照片全都发了，完了，彻底完了。房子真是人家出的大头啊！之前还劝人家忍忍，这下……所有证据发完后，我没多说一个字，只在最后配了一句“公道自在人心”。发完，我退了群，把周家所有人都拉黑了。秀莲，你这次做的太过分了！人家姑娘出了200万，凭什么不能住主卧？周凯，你怎么当男人的？自己媳妇儿被欺负成这样，你还在和稀泥？怪不得人家姑娘要悔婚，这事儿放谁身上都得完了，全完了。都怪那个女人，她存心要毁了我们家。够了吗？是你非要占人家房子，非要换锁，现在满意了吗？家族群里炸了，舆论彻底反转了。之前帮着他说话、劝我大度的亲戚，全都沉默了。他们泼在我身上的每一盆脏水，此刻加倍的弹回了他们自己脸上。消息的传播远比我想象的要大。王秀兰现在连门都不敢出，一出门就被人指指点点。周凯在单位也抬不起头。周凯承受不住那种压力，终于崩溃了。那个周末，他来了我爸妈家楼下，我从窗户看下去，他一个人蹲在花坛边，从白天等到了黑夜。我没有下去。婉婉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我妈已经知道错了，她这2天一直在家哭，说是她不好，她知道错了。婉婉，你下来见我一面好不好？就一面，
婉婉，我求你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改，我愿意改一次机会，什么都愿意改，房子全归你，主卧次卧一切都听你的，只要你回来，我怎么做都可以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他哭得很可怜，可我的心已经不会再为他痛了。从订婚宴到战防换锁，他一步步让我看清，他要的不是妻子，是一个听话的人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这扇帘子拉上，这段感情翻篇了。叔，求您了，让我见他一面。我带了东西来赔罪，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女儿说了，不见，你回去吧。婉婉，我求你了，我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出来看我一眼就一眼。我站在门内，看着这场迟来的深情，对我来说只剩下恶心。周凯，你不是爱我，你只是怕失去。失去这套房子，失去你在所有人面前的体面。我最终还是见了周凯一面，不是在家里，而是在当初草制协议的这间律师事务所。他走进来的那一刻，我几乎认不出他了，憔悴、狼狈，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人。这是江小姐拟定的最终方案，她愿意在市场价基础上再加5万，买下您持有的30%的副额。您同意的话，现在就可以签字。婉婉，我们真的不能回到过去了吗？周凯，你知道镜子碎了是什么样吗？就算用全世界最好的胶水粘起来，它还是布满了裂痕。我们之间早就碎了，信任一旦失去，就再也回不来。笔落下的那一刻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这套房子终于只属于我一个人了，而我和周凯之间的那段感情，也随着这个歪歪扭扭的签名，画上了最后的句号。手续办得很快，我凑齐了钱打给了他。今天是最后一步，去把那30%的产权过到我一个人名下。这次是彻底的分割。婉婉，钱我收到了，房子从今天起是你的了。我们以后还能做朋友吗？周凯，往后我们都好好过吧。听说王秀莲因为这件事大病了一场，她在亲戚中再也抬不起头，曾经帮她说话的那些人如今避之不及。她引以为傲的儿子婚事告吹，房子也没了，她一辈子追求的面子最终被她自己亲手撕得粉碎。后悔吗？她大概是后悔的吧，但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后悔药。而我终于拿回了属于我的家。这一次阳光照进来的主卧里只住着一个人，是我自己。我把房子按最初的设想重新装修了一遍，扔掉了所有跟周凯有关的东西，也扔掉了那段压抑的过去。主卧里，我的落地书架终于靠墙而立，阳光洒在沙发上，这才是我一开始就想要的家。经公司研究决定，江婉同志因业务能力突出，业绩优异，正式晋升为市场部主管。大家鼓掌！江主管，江主管，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谢谢大家，往后一起加油。婉婉，你知道你现在看起来像什么吗？像在发光。那是因为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敬你，敬我们的江大主管！摆脱了一段有毒的关系，及时止损，原来是这种感觉，轻松、自由，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。这间主卧，这个阳台，这片夜景，从今往后都只属于我自己。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在一个寻常的下午，我在街角意外遇见了周凯，他比上次更憔悴了，身边还是那个强势的王秀莲，搀着他，嘴里数落个不停。王秀莲扭过了头，不敢看我。周凯站在那里，欲言又止。我没有躲，也没有停，只是对他们笑了一下，然后转身继续往前走。身后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那段经历虽然痛苦，却让我明白了一件事：女人的尊严和底线不是靠别人施舍的，是靠自己去挣的。当踏入一个泥潭的时候，及时抽身才是唯一的自救。阳光正好，我的路才刚刚开始。卖掉那套房子之后，我的生活进入了一种久违的平静的节奏。上班、下班，周末去父母家吃饭，偶尔一个人去看场电影，或者在沙发上窝一整天，看一本不用动脑子的闲书。没有争吵，没有算计，没有需要时时提防的人。爸妈，200万连本带利我都还回来了。你这孩子，爸妈的钱什么时候要你还了？这不是还钱，是我想让你们知道，你们的女儿站起来了。还完父母的钱后，我又捐了一笔钱给帮助单亲妈妈的公益项目。
做完这些的那天晚上，我才明白卸下所有负担的感觉是什么，是空，一种很踏实的空，像一间被彻底打扫过的房间，干净敞亮，随时可以往里面放新的东西。江主管，你这个方案我看了3遍，你把风险全部前置了，这是最稳也最见功底的走法。我这边没有异议，就按你的思路推进。谢谢林总。江主管，加个微信吧，后续有什么问题沟通起来方便些。好的，好的，林总。江主管，期待下次还能和你合作。江小姐是吧？您的餐有人已经付过了。对了，那位男士特地嘱咐了，不放香菜。我从来没跟他说过我不吃香菜。带伞了吗？顺路的话，我可以捎你一段。谢谢林总，不用麻烦了。那伞你拿着，我打车，很快的。我知道他在追我，他没明说，我也不急着点破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有些事儿不需要挑得太明白。只是经历过周凯那件事之后，我对感情谨慎了很多。我不再是那个别人给一点好就掏心掏肺的小姑娘了。那一年，我妈身体不舒服，要做手术，不是什么大手术。可看着那扇门关上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慌的。我一个人坐在走廊里，静静地等待着手术结果。阿姨进去多久了？别担心，这种手术是最基本的小手术，不会有事的。你肯定没吃早饭，先喝点热的，姜茶、暖胃、牛奶，等会儿再喝。你现在垮了，等会儿谁去照顾阿姨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昨晚发了条朋友圈，定位在市医院，早上给你发消息没回，我就猜你在医院。问了你同事，他们说你请了年假，家里有事。江晚，这种时候你不用一个人扛。没事儿，想哭就哭，这儿没别人。家属别紧张，手术很顺利，休养一段就好了。谢谢，谢谢医生。我下午有个会，先走了，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那个，谢谢你。江晚，你跟我不用说谢谢。刚刚那个男孩是谁啊？一个朋友。哦，现在的朋友都请男假陪人在医院坐一上午的，这个粥打得好啊。你都熬化了，小火慢慢熬，得守着，急不得。这么一碗粥得花不少功夫，是用心了的。我妈出院之后，她开始更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，不是那种密集的让人喘不过气的追求，而是恰到好处的陪伴。周末我们一起去看了电影，下雨天会问我带没带伞，她从不多走一步，也从不缺席。加班时总能收到她点的外卖。她知道我不吃香菜，可我只在很久以前的一次饭桌上随口提过一次。那顿饭吃了什么，我早就忘了，她却记了这么久。江主管，项目上周就结了，你还天天加班到这么晚，太敬业了。习惯了。江主管，巷子里有家小馆子，饺子包得不错，我常去。你要是今晚没别的安排，能不能陪我吃一顿？我一个人吃饺子，看着有点惨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觉得这个味道跟我妈包的很像。那真好，你多吃点。林旭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吃香菜？你说过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项目刚开始那会儿，团建，你把碗里的香菜一根一根挑到桌上的纸巾里，挑得很认真。你怎么连这个都记得？江总监，我的记性一向不错。林旭，
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第一次跟我们开会，我提了3个方案，你一个都没客气，全否了。后来你自己拿了个方案出来，比我那3个都好。江晚，我这个人没什么天分，就是认得出好东西。韭菜鸡蛋的也尝尝，这家的韭菜可嫩了。吃完我送你回去，今天风大。看着对面吃饭的他，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心里很踏实，像是走了很远很远远的路，终于找到了一把可以坐下来的椅子。别动，太冷了，把围巾戴上。那你呢？我皮糙肉厚，扛冻。上车吧，暖风开着呢。我把脸埋进围巾里，我想大概就是这个人了。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他什么都没做。他没说过我爱你，没送过玫瑰，他只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。我心里曾经有一堵墙，是周凯和他妈一起砌起来的。我原本以为我这辈子都要被关在那堵墙里，可这个人，他用一杯红糖姜茶、一盘饺子、一条围巾和无数个安静的陪伴，把它拆掉了。是林旭发来的，明天早上想吃什么？我上班顺路，给你带。豆浆、油条，豆浆不加糖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明天会是一个好天气。未来很长，我的路才刚刚开始。而这一次，我不再是一个人了。